你是不是认为是你在主宰你的身体，你有自由意志，就像脑袋里有个小人在发号施令？这是错觉。我们继续讲《杂阿含》卷12第296经，因缘法就是缘起，指12因缘这个过程。缘生法指在缘起中具体的每一支都是因缘所生，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我现在讲解缘起法和因缘所生法。什么是缘起法呢？就是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就是12因缘。什么是因缘所生法呢？就是缘起中的无明、行等等具体的每一支。后面的翻译有些乱了，参考下相应部。这里出现了几个新概念：法界、法住、法定。后来产生的教法，特别是跟般若相关的，也经常采用。法华经中的铭记，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尘，是法住法位，世间常相住，根源就是这里。但后来各位大师的解释互相矛盾，也明显变味了。法界后来还提出了一真法界、真如法界、实法界，越说越玄乎，越说越成了犯我一如。法界世尊所说的意思很清晰，就是指缘起的特性是持续的、恒常的。法住缘起的特性是安住的，法定缘起的特性是确定的。周易里也有类似的道理，易者变易、不易、简易。变异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以上帝视角看历史，看现在，看各方势力，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不易在不断变化中有些不变的规律，这就是缘起。简易不管这些变化再复杂再深奥，人们总是试图找到简单明了的方式，找到规律来理解这些变化。所以这和一真法界和犯我一如没有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必要再加上这些虚无缥缈的概念。比丘们，什么是缘起呢？有了投生就会有老死，无论有没有佛出世，这都是恒常的、安住的、确定的，都是因缘所生的。如来就是正知了这个，洞察了这个，所以才给大家讲解、宣说、阐释。比丘们，你们看，有了投生就会有老死。同样，有了三界的种子就会有投生，有执取就会有三界的种子，等等等等。有了身口意的造作就会有识，有了无明就会有身口意的造作。无论有没有佛出世，这都是恒常的、安住的、确定的，都是因缘所生的。如来就是正知了这个，洞察了这个，所以才给大家讲解、宣说、阐释。比丘们，你们看，有了无明就会有身口意的造作。比丘们，像这样，这是真实不虚的，没有例外的，是因缘所生，这就是缘起。那什么是因缘所生法呢？比丘们，老死是无常的、有为的，因缘所生的，最终会灭尽的法，会败坏的法，要舍弃的法，会停止的法。同样，投生在三界的种子、执取等等等等，一直到无明，这每一支都是无常的、有为的因缘所生的，最终会灭尽的法，会败坏的法，要舍弃的法，会停止的法。比丘们，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多闻圣弟子对缘起和因缘所生法有正确的认识，如实觉察，回忆过去事实，他们不会说我过去是有还是没有呢？我过去是什么呢？我过去是怎么样呢？探求未来事实，也不会说我死后还存在吗？还是死后就会湮灭了呢？我的后事会是什么呢？又会过得怎么样呢？也不会对现在的这个身体心生疑惑，我存在吗？我不存在吗？我是什么？我都拥有什么呢？这些众生从哪里来的？死后又将归于何处？不知其理，就是无有是处。他们是不可能这样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多闻圣弟子对缘起和因缘所生法有正确的认识，已经如实觉察的缘故。再回到杂阿含，缘起前后这么多篇，世尊都在反复强调，缘起不是谁发明的，也不是谁创造的，没有一个神灵创造了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神灵主宰着生老病死。世尊只是发现了缘起，并且证明了缘起。就像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了，发现了重力和万有引力，
它只是发现并且证明了重力和万有引力。在阿含里多了几句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在相应部里没有。这里的如后来通常都解释为真如，或者解释为法界。真如是什么呢？法界是什么呢？隐隐约约中就像有个真如，有个法界的东西存在，升起了万事万物。你把这个真如这个法界换成上帝，换成真主，换成梵，你会发现意识竟然是通的。但这个正是世尊所破斥的，是后世掺杂进来的思想。上面这段巴利本和法印主任都能对应上。如果沙门婆罗门升起这些庸俗的见解，被这样的见解所束缚，这就是被我见所束缚，被众生见所束缚，被寿命见所束缚，被忌讳即性见所束缚。这时要把这些见解完全断除，断除这些见解的根本，就像砍断多肉树头一样，在未来世也不再生长。这就叫多闻圣弟子对缘起和因缘所生法能如实观察，好好听闻了解，好好思维，好好练习，好好通达。什么是众生见呢？认为只有我们人看到了这些人和动物，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道的众生，也没有后世。什么是寿命见呢？有的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一个，有的认为灵魂和身体不是一个，在这里各种纠结。什么是忌讳即心见呢？马上要过年了，持咒、烧高香、撞大钟、带各种符咒，这些行为很快会大行其道。这些说到底都是生意。有会员问，你看这里不是说不求后继，不求未来世吗？你上一集怎么说这一生如果没有圆满，下一生还能继续修，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说的不求未来世，是说今生来世都没有一个恒常的主体，无蕴非我。但从现象上说，虽然无蕴非我都是无常的，但你不会认为今天你的一切，你的家人、你的财产、你的身体，睡一觉醒来一切都消失了。当然有这个可能，比如突然打土豪分田地，爆发战争或者死了。正出国后最多七返人天，就是因为知道五蕴没有一个恒常的我，一切只是缘起所呈现，所以这一生不会做大的恶行，而且会做大量有利于自他的善行。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走着走着就忘乎所以了，所以随波逐流，所以只能忽上忽下。297经，当时世尊住在居楼国的调伏伯牛村落，他跟比丘们说，我现在给你们讲大空法经。什么是大空法经呢？就是缘起的12因缘。这篇的翻译还是有些问题，继续参考相应部的。这时有位比丘问，大德，那老死的是谁呢？又是谁在老死呢？的确经常有人这样问，老死的主体是谁呢？既然无蕴非我，谁在轮回呢？这是不如法的提问。比丘，如果说是我在老死，或者我和老死的不是一个，这两种回答只是字句不同，但意思都一样。如果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一个，这不是梵行；如果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不同的，这也不是梵行。放舍这两种极端的见解，如来只说中道，因为投生才会有老死。如果说灵魂就是这个身体，那就不存在清净梵行，因为身体很快就坏了。如果身体坏了，灵魂就没有了，那清净梵行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灵魂和身体不是一个，那也不存在清净梵行，因为既然不是一个，你身体修清净梵行和灵魂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十事无记中的两个。从古至今，有非常多的人都在思考人生的意义，都想找到一个永恒。现在很多人认为金钱是永恒的，有钱就好了，钱就是人生的意义。有人认为爱情是人生的意义，有人认为家族的繁衍、民族的繁衍是人生的意义。给儿孙们留几套房子，留几套商铺，留几个小目标，这辈子就有意义了。有人认为事业是人生的意义，被万人瞩目，被人顶礼膜拜，人生就有意义。当然这些肉眼可见都是无常生灭的。古今中外有多少有钱人，多少爱情，多少家族，多少民族，多少房产，现在都灰灰烟灭了。还有很多人认为灵魂才是永恒的，身体虽然有生老病死，但在这生老病死之中有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在不同宗派里都来求这个，认为这个就是真理，就是我。
生老病死只是这个呈现出来的现象，或者是这个创造出来的。还有人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人死如灯灭。世尊不在这里纠缠，更不会跟你说死后呀，你要去西方，或者去东方，或者去南方，或者去北方。他只跟你说灭除欲贪，灭除烦恼。大德，那投生的是谁呢？又是谁在投生呢？世尊脾气是真好，如果是我会说，亲，有问题到星球，我有问必答。每一只都这样引导破斥。如果在禅宗，那就是一巴掌甩过去。你说，问问题的是谁？好奇宝宝还在问。大德，造作身口意业的是谁？造作的业又属于谁？比丘，不要再纠结这样的问题。如来只说中道，因为无明才会有身口意的造作，完全断除了无明，不再纠结这些杂乱的、互相矛盾的、扭曲的观念。什么老死是谁呀？谁在老死呀？灵魂和身体是一个还是不是一个？投生的是谁呀？谁在投生呀？等等等等。比丘，完全断除了无明，不来纠结这些杂乱的、互相矛盾的、扭曲的观念。什么造作身口意的是谁呀？谁来造作身口意呀？灵魂和身体是一个还是不是一个？这一切都不再执取，都舍弃，断除根本，就像砍断多罗树的树头，未来不再生长。被世尊闹晕了吗？每个字都认得，但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呀？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是我在主宰这个身体，我有自由意志，就像身体里有个小人在发号施令，是不是这样？这只是错觉。如果真是这样，你想睡觉的时候就能睡觉，你不想焦虑、不想紧张的时候就能放松，不想生气的时候就能平静下来。你想让思绪停下来，你的思绪不会一直在 Only You。 哦你妈个头啊！你完没完啊？还有很多人说，我真的不想撸，真的不想抽烟，真的不想喝酒，真的不想刷手机，但我控制不住呀。有人肯定会反驳，胡扯，你看我想点赞转发关注我就可以，这不是说明我能做主吗？实际上大脑就像是互联网，上面有很多节点，并没有一个完全的主宰，每个节点都来产生影响，这是分布式的，不是中央集权式的。打个比方，不管是 B 站、油管还是抖音，这些平台本身并不生产内容，内容由大量的 UP 主在制作，每个 UP 主都想争取更多的流量，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会有很多力量在互相博弈和制衡。同时每个观众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你观看某个方面的内容越多，系统就会推送更多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最终会呈现出千人千面。那平台能主宰这一切吗？也不行，这里面还有观众、UP 主，还有那些无形的手在参与，即使那无形的手也无法主宰。大脑也一样，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意识，没有一个真正的老板，所以人总是善变，经常会自相矛盾。你的脑子里经常会有很多声音，像有很多小人在吵架，不，在狗咬狗。但为什么你会感觉你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人呢？因为人类的左脑是个解释器，是每个人的新闻发言人，总想从散落的事实里找出事件的解释。而且重点是，左脑常常会有意无意捏造一些事实。1962年，哥大的研究人员曾经给118位志愿者做实验，说要给他们注射维生素，而实际上却是肾上腺素。有些受试者会被告知注射之后会有心悸、颤抖、潮红等副作用，有些人则没有告知注射之后这些志愿者会跟事先安排好的人员接触，这些人员有些会表现出愉快的情绪，有些则表现出生气。事先知道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会把他们的心跳加快之类的症状归因于药物，而不知情的受试者中，和愉快的人待在一起的会觉得神清气爽，和生气的人待在一起的则觉得愤怒。同样的生理症状却有3种不同的合理的解释，现实中就是这样充满了罗生门。当我和妻子在回忆我们曾经共同的经历时，我们常常会疑惑地看着对方，
有这样的事儿？当我们的解释器被操纵时，或者接收到了信息不完整或者扭曲的，就会自动编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来。你看，即使我讲了印度佛教史，即使摆出再多的证据，即使在证明大多数人都被洗脑了，但从古至今，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直占大多数。我们经常能看到新闻发言人在睁眼说瞎话。我保证，我绝对说的是美国。他们从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每个人的左脑都自带这个功能，都会睁眼说瞎话。问题在于，人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在睁眼说瞎话。这孙子把自己都给骗了，以为只有一个声音，以为自己就是主宰。这就是我们与外界沟通时的人格面具。你照照镜子，会觉得自己人模人样的，但面具之下却充满了狗咬狗的故事。那是什么在决定了这一切呢？先天和后天都很重要。先天是基因方面，你的投胎技巧，其实也是你之前身口意的造作。你刚出生时就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脑，即使刚出生，也不是一个空白大脑。后天是你反复的信息输入，也就是你身口意的造作。换个角度来看，我们每天都来重生，昨天就是你的先天，今天、明天就是你的后天。人难道没有主观能动性吗？有的。你选择跟谁在一起，接受什么样的信息输入，又在做什么样的身口意的输出。如果你选择和错误的对象待在一起，错误的信息输入，反复的熏习，那就是无明原形、行原识，一直到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对象，正确的信息输入，反复的熏习，那就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一直到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所以世尊才会强调，善知识善友是修行的全部。好，感恩老师，感恩诸位阿罗汉，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这是2024年的最后一期了，愿大家都能真正洞察缘起。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何以解忧，唯有阿涵。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会让你平安吉祥，一切顺利，谢谢。